陆晨被压着跪在地上，一双裹在黑色紧身皮裤下的长腿踩着高跟，啪的一声，狠狠踩在陆晨两腿之间的地板上。陆晨，能源主控高级工程师。我上任第一天就敢迟到，整整2分钟，你好大的胆子！基地美女首领上任第一天，她就在基地广场数千幸存者的面前。根据基地新颁布的法则，迟到1分钟周配给，迟到2分钟性质恶劣。我决定剥夺陆晨本年度全部特殊物资配额，包括高级口粮、无烟煤以及10枚丧尸晶核。广场上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惊呼。这些物资是我在零下50度的极寒中熬过无数个极夜，顶着丧尸潮攻克了外围防线抗寒热循环算法，现在因为2分钟全没了。可我眼神里却没有一丝波澜。昨晚为了修复外围防线的算法漏洞，我一直演算底层代码到凌晨4点，对一个只想拿老人立威的新首领解释，无异于对牛弹琴。我的师兄中远在一旁急得满头是冷汗。服个软，小陈，没那些口粮和煤，这个凛冬你怎么熬？我看见了，但我只是微微摇了摇头。然而我的沉默却似乎彻底激怒了沈昭雪，他觉得自己的绝对权威受到了挑战，竟敢在他面前如此平静。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对这个处罚结果你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就上来签字确认，按手印。他想看我哭，想看我求饶，他的喉才算杀得彻底。在几百道麻木又惶恐的目光注视下，我迈开步子，一步一步走上高台，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10年末世求生的冰渣上。我从沈昭雪手里接过那张盖着印章的处罚单，拿起桌上的笔，沈昭雪那张精致却冷酷的脸上已经浮现出胜利者得意的冷笑。他以为我终究还是要屈服在这残酷的末世法则下。我握着笔，在签名栏里一笔一划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完，我把处罚单推回到他面前，没有看他错愕的表情，转身就走。台下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我回到第3防区的主控室，无视身后那些复杂的目光，戴上战术降噪耳机，打开终端机，屏幕上立刻弹出了昨晚未完成的防御矩阵模型，仿佛刚刚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一场与我无关的闹剧。沈瑞在我身后不远处发出一声不大不小的嘲笑，装什么清高，真以为基地离了他就转不动了？我听见了，耳机里的电子白噪音盖不住漠视人性的恶。我没有回头，时钟的秒针一格一格沉闷的跳动。下午极夜降临的倒计时归零，换防的刺耳警报声尖锐地划破了主控室的空气。我摘下耳机，关闭终端，将桌上的战前图纸整理好，锁进特制保险柜。下班打卡的提示音宣告着我今天卖命的结束，而我的反击才刚刚开始。第2天清晨，我掐着秒表，在换防时间还剩10秒的时候，走进了第3防区厚重的气密门。拉卡机显示8点，完美。换上防辐射工装，我走进主控室。以往我总是提前半小时到岗，因为那台地火 A7 型聚变反应炉脾气极其古怪，在极寒环境下，管道极易冻结，需要提前无偿到岗，用手动微调阀门预热防冻液循环系统，才能保证开机后的能量输出达到最优。这是我师父顾北川前任总工留下的习惯，也是我一直为了基地数千人生死而遵守的默契。但今天我决定让这份默契见鬼去吧。我走到自己的工位，拿出保温杯，不紧不慢地泡上一杯极其珍贵堪比黄金的枸杞茶。热气氤氲，模糊了我的护目镜片。第3防区安全队长马奎看见我悠闲的样子，眉头皱了皱，但也没说什么。他知道我的习惯，或许以为我早就调试好了。8点30分，反应炉启动指令下达，巨大的地下机械如同沉睡的钢铁巨兽，开始缓缓苏醒。能量传输，齿轮咬合，一切看起来和往常一样。直到第一波能量流冲入 A7 反应炉，一声极其刺耳的金属摩擦声突兀地响彻整个地下防区。紧接着 A7 的警报灯开始疯狂闪烁刺眼的红光，刺耳的蜂鸣声让人头皮发麻。马奎第一个冲了过去，看着主屏幕上疯狂暴跌的数据，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供暖管道压力过载，外围高压电网短路了，丧尸热感应区域出现大面积盲区，防线要废了。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的再次投向我，慢悠悠的擦干净护目镜，走过去看了一眼跳动的故障代码。我淡淡的无所谓的表情说道：冷启动失败，防冻液循环受阻，导致供能偏离预定轨道。陆晨，你早上没做预热调试吗？一旦丧尸突破盲区，大家都得死。我摊开手，指了指墙上贴着的战时设备操作条例，设备开机前检查与预热调试应在工作时间内进行。可我早上来的时候不属于正常工作时间，不能随意触碰核心能源装置。马奎被我噎得说不出话，一张脸憋成了猪肝色。他们习惯了我的付出，便把它当成了理所当然。我来。一个声音响起，沈瑞挤了进来，脸上带着急于表现的兴奋。不就是个循环参数，我懂。他推开旁边的操作员，到控制台前噼里啪啦一顿操作。沈昭雪也带着武装卫队闻讯赶了过来，看到表弟自告奋勇，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神色。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抱着保温杯退到一旁，冷眼旁观。只见沈瑞强行推高了反应炉的输出功率，警报声是停了，外围电网也重新亮起，但机器运转的声音变得更加沉重。沈瑞得意地站起来，向他的表姐邀功。沈昭雪满意的点点头，拍了拍他的肩膀。小瑞，末世里年轻人就是要敢于承担责任，不像某些人拿着高级配额却只知道推诿扯皮。我没理他，只是看着主控台下方的能量传输管，地下冷凝管已经出现了一圈细微的裂纹，外行根本看不出来，但我没有说破。下午，防区哨塔上的一台丧尸热成像探测仪
需要进行月度校准。这是个精细活，关乎夜晚哨兵的生死，也是我的绝活。今天马奎又找到了我，语气客气了不少，甚至带着一丝讨好。那个探测仪你看。好的，马队长。我点点头。我从柜底翻出一本厚厚的、泛黄的战前和平年代精密仪器安全操作手册。我翻开第1页，对着手册一步一步的开始操作，检查静电接地，打开校整软件，输入初始参数，每一个步骤我都做得一丝不苟，也慢得令人发指。中远在我旁边看着，急得直跺脚。小陈，你平时不是这么干的。那个频段漂移，你听一下回音的频率，就能估个8、9不离10了。现在天马上就要黑了。钟师兄，战前手册上说，要用声呐测距仪记录3次度数取平均值，不能有丝毫差错。我是在按章办事。中远叹了口气，看着我固执的背影，说不出话来。2个小时后，极夜降临的倒计时归零，基地外准时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丧尸嘶吼声，换防警报再次响起，探测仪数据还差最后一步录入固化。马奎几乎是在哀求了，他甚至拔出了腰间的配枪，手却在发抖。陆公，陆祖宗，就1分钟，快点啊！外面的哨兵看不到数据就变成了瞎子。对不起，马队长。我面无表情地指着手册上的一行字说道：战前安全法规定，极夜降临后禁止操作精密核心，以免引发血盲误判和系统崩溃。说完，我拿起战术背包，身后传来沈昭雪压抑到极致的怒吼，甚至伴随着子弹上膛的声音。陆晨，你敢走一步试试？我没回头，迎着众人呆滞与绝望的目光，在红魔机上准时打卡，随后退入拥有独立防御系统的工程师安全屋，气密门在我身后重重锁死。沈首领，这只是开胃菜，晚上我刚在安全屋里生火取暖，中远的加密频段通讯就追了过来。小陈，你这样，沈昭雪会杀了你的，你斗不过他，他手里有枪有兵。钟师兄，他已经把我赖以生存的物资全断了，跟杀了我有什么区别？我还怕什么？可是防区怎么办？顾北川师傅一辈子的心血，不能就这么毁了啊！听到师傅的名字，我的心还是抽痛了一下。我沉默了片刻，一边擦拭着手里的电磁枪。师兄，在这个吃人的冰封末世，想要守护一样东西，就得先让那些不知死活的蠢货尝尝被丧尸咬碎骨头的痛。接下来的几天，我彻底贯彻了按章办事的原则，供暖管道频繁气阻，外围电网电压不稳，整个基地的人被冻得怨声载道，手忙脚乱。然而，每当核心能源装置亮起红灯，沈瑞总是第一时间冲出来。他仗着看过基本基础说明书，一顿粗暴的参数拉升，强行压下警报。看见没？多大点事？沈瑞拍着操作台，转头冲我鄙夷的冷笑。某些人就是故意把问题夸大，好显得自己不可或缺，真是可笑。沈昭雪在一旁看着，眼中满是赞赏。他走到控制台前，环视四周，大声向全防区宣布：鉴于陆晨近期的消极怠工，我宣布由沈瑞正式接替能源主控高级工程师的职位。话音刚落，主控室的雷达屏幕突然发出刺耳的警报声，一名检测员脸色煞白的猛然站起，声音发颤：报告首领，东南方向热源异常，检测到丧尸正在大规模聚集，形成尸潮，预计半小时后就会抵达基地外围。沈瑞却满不在乎地拍了拍胸脯，大声打包票：慌什么？有我在，防线能量满载，保证没意外，一只丧尸都别想进来。说完，他大步走到我面前，粗暴地推搡了我一把。既然已经被开除了，就赶紧滚出核心区，别再眨眼。沈昭雪也双手环抱，冷冷地看着我，出言讽刺：陆晨，基地不养闲人，更不养摆烂的废物，滚出这里，自生自灭吧。如你们所愿。我冷笑一声，连一句多余的废话都懒得说。我转身离开主控室，径直回到了那间被我私下用高强度合金加固过无数次、拥有独立维生系统的无敌安全屋。随着厚重的气密门重重锁死，我给自己倒了杯热水，舒服地靠在椅背上。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半小时后，最高级别的血色警报骤然撕裂了基地的上空，超负荷的管道接连炸裂，外围电网瞬间熄灭，惊恐的惨叫声、杂乱的枪声透过厚重的墙壁隐隐传来。我桌上的加密通讯电话疯狂地响了起来，我慢条斯理地按下接听键，通讯器里立刻传出沈昭雪崩溃而绝望的哀求声。刺耳的血色警报声在安全屋的隔音墙外显得有些沉闷。我端着热水杯，看着监控屏幕上主控室里乱作一团的景象，沈瑞早就吓得瘫软在地，连滚带爬地往桌子底下钻，双倍配额。沈首领，你觉得现在是谈条件的时候吗？外面死的是我的兄弟和无辜的平民，我当然会管，但前提是从现在起，基地的一切指挥权归我。你做梦，你这是趁火打劫，那你就留着你的指挥权和那些丧尸去谈吧。等等，我同意，我全都同意，求你快救救我们。游戏结束，该干活了。我打开了安全屋里的备用远程终端，食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强行越权接管了第3防区的核心系统。钟师兄，能听到吗？小陈，我在。防区快顶不住了，听着，立刻带人撤出必须通道，把3号和5号气密门手动锁死，进行物理隔离。马奎，带你的小队退守2道防线，用燃烧弹封锁通风口。可是小陈，能源断了，气密门只能靠手动绞盘，时间来不及啊！相信我，师兄，我给你们争取时间。我深吸一口气，敲下回车键，启动了主控室的超频自毁倒计时。刺耳的倒数声瞬间让主控室里的沈瑞等人吓得尖叫逃窜，但也成功吸引了附近丧尸的注意力。趁现在，关门！随着我一声令下，沉重的金属碰撞声传来，物理隔离暂时完成。尸潮的脚步被硬生生截乱在了 B 区之外，没有电网和供暖，
极寒和残存的丧尸迟早会把我们吞噬。我穿上最高级别的防辐射抗寒服，背上工具箱，打开了安全屋的门。零下50度的寒风夹杂着血腥味扑面而来，走廊里一片狼藉，断肢和冰碴混在一起。我避开主干道，顺着通风管道一路攀爬，终于绕到了主控室的后方，推开满地狼藉的主控室大门。沈瑞胡乱拉升参数造成的破坏触目惊心，主控台几乎烧毁，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我没有理会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沈昭雪，径直走到控制台下方，撬开地板，备用能源回路的接线板已经被烧融在了一起，必须手动重新排线。我摘下厚重的手套，在这个温度下，裸露的双手很快就会失去知觉，但我没有犹豫，抽出拨线钳，在错综复杂的线路中寻找着那一丝生机。冰冷的金属割破了我的手指，鲜血刚流出就结成了冰，但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接通。随着最后一根导线被我强行拧在一起，我猛地推上备用电闸，主控室的灯光闪烁了几下，终于稳定的亮了起来。外面传来了高压电网重新充能的噼啪声，那些正试图翻越电网的丧尸瞬间被烤成了焦炭。防御矩阵重新上线，热感应雷达恢复。我看着屏幕上重新亮起的绿色光点，长长的吐出一口白气。基地勉强保住了，但当我走出主控室，看着满目疮痍的房区，原本坚固的走廊墙壁满是抓痕和血迹，地上躺着许多熟悉的面孔，他们没能熬过这个夜晚。马奎带着一身血污走过来，看着我，他身后的幸存者们也陆续聚集过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悲痛以及压抑到极点的愤怒。危机解除后的清晨，没有劫后余生的喜悦，只有死一般的沉寂。几百具尸体被整齐地摆放在广场上，那是我们曾经并肩作战的同伴。压抑的啜泣逐渐演变成了愤怒的咆哮。是谁非要乱动反应炉？是沈瑞，是他瞎搞才弄炸了管道。还有那个沈昭雪，如果不是他逼走陆公，怎么会出这种事？马奎一把推开挡路的卫兵，枪口直接对准了沈瑞的脑袋，双眼血红。你们姐弟俩拿我们的命当儿戏。卫队的人也放下了枪，他们同样失去了战友。沈昭雪的脸色苍白如纸，但依然试图强装镇定。你们想干什么？造反吗？这怎么能全怪我们？陆晨也有责任。都到这个时候了，他居然还妄想推卸责任。我冷冷地看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微型存储器，插入广场的广播终端。这是主控室的底层操作日志。昨晚7点15分，沈瑞在不了解系统承载上信的情况下，强行关闭了防冻液循环阀，并将输出功率拉升至150%。7点30分，管道压力过载警报响起，但他选择了手动静音，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这不是设备老化，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由无知和傲慢导致的人祸。我拔出存储器，看着沈昭雪彻底崩溃的表情。沈昭雪，你的谎言救不了你，杀了他们，给死去的兄弟偿命。我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杀了他们太便宜了，在末世，死亡是一种解脱，而活着赎罪才是最残酷的惩罚。经过全体幸存者大会的当场表决，没有任何悬念，沈昭雪被剥夺了首领之位。不仅如此，他和沈瑞被判处流放至基地最底层的地区，那里是基地的排污中枢和垃圾处理厂，终年不见阳光，充斥着恶臭和毒气，每天必须完成高强度的清理工作，才能换取最劣质的口粮和半瓶浑浊的饮用水。当卫兵粗暴地扒下他们身上温暖的防寒服，换上破旧的劳保服时，沈昭雪终于崩溃大哭，瘫软在地上，而沈瑞则像条死狗一样被拖走。看着他们消失在通往底层的黑暗楼梯里，没有人同情。处理完沈家姐弟，广场上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我们身上。马奎第一个单膝跪地，将手放在胸口。陆公，如果不是你，我们昨晚全完了。这个首领的位置，除了你，没人配坐。对，陆公当首领，我们只服你。中原也在一旁大声附和，数千名幸存者的呼声汇聚成一股洪流，在这个寒冷的地下空间里回荡。我看着那一双双充满期盼的眼睛，没有推辞。我走上高台，深吸了一口气。从今天起，我接手基地，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吃上大鱼大肉，但我保证，只要我陆晨活着一天，基地的能源就不会断，防线就不会破。我们不仅要活下去，还要活得像个人。台下爆发出连绵般的掌声和欢呼，这是末世10年来我听过最充满希望的声音。上任的第一天，我没有搬进沈昭雪那间奢华的首领套房，而是直接住进了主控室旁边的一间小休息室。随后，我连夜起草并颁布了曙光基地新战时生存法则。第1条，彻底废除沈昭雪时期建立的亲信特权阶级，所有物资配给不再看身份背景，只看对基地的贡献。第2条，实行严格的按劳分配和技术优先原则，工程师、医疗人员和一线战斗人员将获得最高优先级的物资保障，而那些曾经只靠溜须拍马混日子的人，全部被编入后勤劳作队。新规一出，基地风气焕然一新，虽然工作依然艰苦，但每个人眼里都有了光，因为他们知道，只要肯出力，就能换来公平的回报。末世里，公平是比口粮更稀缺的奢侈品。新规颁布后，我立刻着手解决最迫在眉睫的冻伤危机。由于之前的管道炸裂，B 区和 C 区的供暖完全瘫痪，已经有几十个平民因为严重冻伤面临截肢。我脱下首领的外套，换上满是油污的工装，亲自带着中远和工程队下到了冰冷刺骨的地下管线区。陆哥，你现在是首领了，这种粗活我们在行，你在上面指挥就行了。中远心疼地看着我冻得发紫的双手。少废话 ，A 型管的焊接容错率只有0.几毫米。我夺过他手里的焊枪，钻进狭窄的管道缝隙里，连续奋战了36个小时。当最后一节管道接通，滚烫的防冻液重新在基地的脉络中循环时，工程队的汉子们激动地抱在一起痛哭。我靠在墙上，
疲惫的笑了。基地的资源却亮起了红灯。深夜，我独自坐在主控室里，我的手指停留在距离基地30公里外的一个坐标上。704号战备物资库，那是师傅顾北川生前跟我提起过的地方，地处极寒风暴的中心带，周围徘徊着大量高阶丧尸，没有煤，反应炉最多还能撑1周。我看着屏幕上闪烁的低亮警报，猛地合上地图，在这个吃人的末世，想要活下去，就必须拿命去拼。我决定亲自带队去开启这个物资库。我们驾驶着2辆经过改装的装甲车，驶出了基地厚重的大门。30公里的路程，在末世却是步步杀机。一场突如其来的极寒风暴就席卷了我们，能见度瞬间降至0，气温骤降到零下70度。装甲车的履带在冰层上打滑，引擎发出不堪重负的嘶吼。路队，风速太大了，车要翻了！把2辆车的牵引索连起来，呈 V 字形破风阵型。我冷静地握着方向盘，死死盯着雷达。所有人穿好外骨骼，准备随时下车推车，死也要死在前进的路上。我们终于抵达了704号物资库的隐蔽入口。炸开厚重的防爆门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座巨大的地下宝库，堆积如山的优质无烟煤，一箱箱崭新的医疗器械，还有各种高精度的军工零件。马奎等人看着这些物资，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别愣着了，抓紧时间搬！风暴停歇期只有2个小时。当我们满载着物资回到基地时，整个基地都沸腾了，人们夹道欢呼，仿佛迎接凯旋的英雄。我看着车厢里那些散发着机油味的崭新零件，脑海里已经浮现出改造反应炉的完美图纸。休息了不到半天，我便带着新找回来的高精度零件，一头扎进了反应炉的核心控制室。它的热传导中枢使用的是战前民用级材料，我让中远切断了负循环回路，亲自戴上护目镜，用高压离子焊枪将新带回来的军用极耐高温合金一点点替换掉。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稍有不慎，整整3天3夜我没有合眼。当最后一块合金板焊接完毕，我按下了全功率启动按钮，没有刺耳的摩擦声，没有闪烁的红灯，反应炉发出一声沉稳而有力的轰鸣，能量输出曲线平滑的堪称完美。基地的心脏终于跳动得无比强劲，在地区排污中枢，刺鼻的沼气和令人作呕的废水是那里的主旋律。沈昭雪和沈瑞每天被迫穿着破烂的防护服，清理着堵塞的排泄管道。曾经高高在上的首领，如今连最底层的苦力都不如。沈昭雪凭借着一块高纯度能量结晶，暗中收买了几个地区原本就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只要你们把 C 区的主供水管道阀门破坏掉，制造混乱，我就能趁机联络我以前的旧部，夺回控制权。到时候你们就是基地的功臣，吃香的喝辣的。这种拙劣的阴谋，在绝对的技术面前，简直可笑至极。我坐在主控室的屏幕前，端着一杯热水，冷冷地看着地区监控传来的画面。自从接手基地后，我第一件事就是修复并升级了全区域的红外微音监听网络。沈昭雪自以为隐秘的密谋，就像是在我耳边大声广播一样清晰。当那几个流氓拿着自制的铁管，趁着夜色摸到 C 区供水枢纽准备动手时，马奎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已经等候多时了。没有任何悬念，几人被当场按在地上。我亲自下到了地区，看着被押解到面前满脸惊恐的沈昭雪和沈瑞，看来排污管道的工作还是太轻松了，让你们还有精力搞破坏。从今天起，你们不仅要清理管道，还要负责地区生化反应池的沉淀物徒手打捞，每天的口粮减半，如果没有完成定额就断水。沈昭雪听到徒手打捞4个字，终于绝望地瘫倒在污水中。清除了内部的隐患，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基地的复苏计划中。随着反应炉冷启动问题的解决，基地不仅恢复了供暖，还产生了大量的富裕热能。我绝不允许这些珍贵的能量白白流失。我带着中远和几个老农出身的幸存者，来到了基地废弃已久的地下 B4层。这里曾经是战前的军用无土栽培试验田，但在末世降临后，早已变成了一片死寂的冻土。小陈，这地方真能种出东西来？中远抓起一把冰冷坚硬的泥土，满脸怀疑。能。我坚定的点头。我指挥工程队将反应炉的次级热循环管道接入了地暖系统，同时利用物资库带回来的高精度零件，修复了顶部的全光谱植物生长灯。几天后，冻土开始解冻，我们小心翼翼地播下了第一批种子。在热能和全光谱灯的日夜滋养下，生命的奇迹在地下深处悄然绽放。不到1个月的时间，第一批速生青菜成熟了。当绿油油的菜叶被采摘下来，送到基地中央食堂的时候，整个基地都轰动了。末世10年，绝大多数人每天只能靠着难以下咽的合成蛋白块度日。当第一锅飘着几片翠绿菜叶的肉汤被端出来时，许多人捧着碗，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是蔬菜，真的是蔬菜。我以为这辈子再也吃不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颤抖着把菜叶送进嘴里，泣不成声。那一天，我站在食堂2楼，看着下方欢呼雀跃的人群，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马奎走到我身边，由衷的感叹：陆哥，你不仅救了我们的命，还给了我们活下去的盼头。在这一刻，所有人对我这个首领的拥护达到了顶点。曙光基地种出新鲜蔬菜，解决了能源危机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在周围几百公里的冰原上传开了。很快，第一批外来使者抵达了我们外围的防线，他们衣衫褴褛，冻得瑟瑟发抖，带来了他们仅存的武器和一些稀有矿石，恳求能够并入我们的基地。我并没有被同情心冲昏头脑，我在会客厅接见了他们，提出了严格的条件。曙光基地不养闲人，想进来可以，必须进行资源和技术的置换。你们带来的人必须经过严格的技能考核和身体检查，编入我们的劳作队和工程队，服从管理，按劳分配，同意就留下，不同意就带着东西走人。他们没有任何犹豫，立刻签下了归附协议。
随着周边避难所的不断收编，基地的人口在短短几个月内激增，很快突破了3000人的大关。原本宽敞的地下空间开始变得拥挤不堪，通风系统也因为超负荷运转而频频发出警报。扩建地下城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我召集了工程部的核心成员，在全息投影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巨大的红色区域。我们要向更深层的花岗岩区进行挖掘，开辟出全新的 E 区和 F 区。这不仅是为了扩大居住面积，更是为了构建更深层的防辐射掩体。挖掘工作异常艰苦，我们使用高能激光切割机和重型盾构机，日夜不停地向地下岩层推进。每次爆破都伴随着剧烈的震动，仿佛整个基地都在颤抖。我每天都亲自在第一线盯进度，随时根据岩层的应力反馈调整挖掘参数。然而，大自然总是喜欢在人最自信的时候开玩笑。盾构机突然发出刺耳的警报，钻头处的岩层毫无征兆地崩塌了。陆工，不好，挖穿地下暗河了！巨大的水压带着冰冷的地下水，如决堤的洪水般顺着隧道狂涌而入。如果不立刻堵住，整个下层挖掘区将被彻底淹没，数百名工人将葬身水底。我大脑飞速运转，立刻下达指令：不要退，所有人撤到高处。中远，立刻启动3号备用抽水泵。马回，带爆破组去 C4节点，用定向爆破炸毁那段隧道，形成物理截流。我亲自操作主控台，计算着水流的速度和爆破的当量。随着一声闷响，隧道坍塌，成功将暗河的洪峰截断。我顺势将这条暗河引入了基地的净化系统，解决了基地未来人口激增的饮水问题。随着扩建工程的顺利推进和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曙光基地的总人口正式突破了5000人。人一多，各种摩擦和管理问题便层出不穷。不同避难所势力之间的暗中较劲，让我这个首领每天疲于奔命。我意识到，单靠我一个人进行军事化管理已经行不通了。于是，我决定设立曙光民事委员会。在全体大会上，我正式任命钟远为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负责基地的日常调度、纠纷调解和后勤分配。钟远性格稳重，做事公允，在群众中威信极高。小陈，我怕我干不好，这么大个摊子。钟远拿着任命书，手心直冒汗。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师兄，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你负责稳住大后方，我才能腾出手来去对付外面更可怕的东西。我所说的更可怕的东西，并非丧尸。极地的极夜即将结束，时钟的日历翻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节点。长达半年的极夜退去后，迎来的将是同样漫长的极昼。在末世，失去臭氧层保护的极昼，意味着致命的强紫外线和太阳风暴辐射。我们种植在大棚里的作物会被瞬间烤焦，哨兵也会在几分钟内患上严重的辐射病。我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翻阅了无数战前关于广域光学防护罩的绝密资料。原理并不复杂，利用高频电磁场约束等离子体，形成一层可以过滤有害射线的屏障。但问题在于，我们现有的材料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庞大的能量输出，我们需要一种极其特殊的稀土材料来打造核心偏转器。就在我为材料发愁的时候，基地的最底层却酝酿着一场疯狂的风暴。沈瑞在地区进行深层垃圾挖掘时，意外在一个战前遗留的废弃军火库夹层里发现了一枚尚未引爆的钻地式温压弹。这枚炸弹的当量足以将整个曙光基地从内部炸成一个巨大的坟墓。长期的非人折磨已经让沈瑞彻底丧失了理智。他看着那枚布满铁锈的炸弹，眼中闪烁着疯狂而怨毒的光芒。陆晨，你让我生不如死，那大家就一起下地狱吧。他偷偷摸摸地开始修复炸弹的定时引信，他要把这枚炸弹藏在地区的承重柱旁，一旦引爆，整个基地都会坍塌。他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却不知道在这个基地里没有任何异常能逃过我的眼睛。马奎在例行巡视底层监控数据时，发现了地区某个角落的电磁辐射出现了异常峰值。他立刻将情况汇报给了我。我看着屏幕上的波形图，脸色骤变，是温压弹的引信信号，有人在激活未爆弹。我抓起工具箱，带着卫队如狂风般冲向地区。当我们一脚踹开那扇废弃仓库的铁门时，沈瑞正狂笑着按下了引信的最后启动键，红色的倒计时瞬间亮起，只剩下短短的3分钟。哈哈哈，晚了，陆晨，我们一起死吧！马奎一枪托将他砸晕在地。我扑到炸弹前，额头上渗出了冷汗。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战前防拆卸引信。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拿出微型探针，在错综复杂的线路中寻找。倒计时10秒、5秒、3秒，咔嗒一声，红灯熄灭。我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这起恶性未遂事件彻底触碰了我的底线。在基地的公开审判大会上，被判处终身单独监禁。他被关进了一个只有2平米、全封闭的黑暗铁盒子里。他将在无尽的孤独和恐惧中度过余生，以及自己复辟的美梦彻底破灭后，精神彻底崩溃了。他疯了，每天在地区的污水池边又哭又笑，嘴里念叨着他还是高高在上的首领。对于一个曾经骄傲不可一世的女人来说，失去理智，在肮脏中苟活，或许是对她最大的惩罚。随着这对毒瘤的彻底清除，曙光基地内部再也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凝聚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内患已除，但极昼的威胁依然像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广域光学防护罩的核心稀土材料，在基地的库存和周边废墟中都找不到。我翻遍了所有的通讯记录和交易网络，终于在一个加密的无线电频段里找到了线索。距离我们500公里外，有一座由大型重工业基地改造而成的避难所，那里掌握着末世最庞大的矿产资源和冶炼技术，他们手里绝对有我需要的稀土材料。钟远看着地图，眉头紧锁，再危险也得去。没有防护罩，极昼一到，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我站起身，目光坚定。马奎，集结最精锐的战斗小队，准备重型武装运输车。明天一早，
我们去会会这个钢铁城。车队在黎明前出发，3辆重型装甲运输车排成纵列，碾过厚厚的冰层，向东南方向疾驰。500公里的路程，我们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往返。但当车队驶入一片被辐射尘暴笼罩的荒原时，雷达屏幕上突然亮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点。变异兽群，正面方向，数量至少300。马奎握紧了车顶重机枪的握把，眼神凝重。那是一群因辐射而异变的冰原巨狼，体型比战前的灰狼大了3倍，长着银白色的鳞甲。他们显然把我们当成了入侵领地的猎物。不要恋战，全速突围！我果断下令。3辆装甲车同时加速。我从工具箱里掏出一个自制的电磁脉冲发射器，对准正面最密集的兽群扣下了扳机。一道肉眼不可见的电磁波席卷而出，变异兽群的神经系统瞬间遭到干扰，纷纷痉挛倒地，为车队撕开了一条突围通道。经过30个小时的艰难跋涉，钢铁城那巨大的黑色轮廓终于出现在了地平线上。那是一座由战前重工业园区改建的巨型堡垒，高耸的烟囱吐着浓烟，外围电网的电弧发出刺眼的蓝光。我们被持枪的卫兵带进了城主府。钢铁城的城主是一个满脸横肉、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叫铁柱。他大咧咧地坐在用废酒钢材焊成的铁王座上，打量着我们。稀土？有啊，多的是。铁柱嘿嘿一笑，伸出5根粗壮的手指。500公斤无烟煤换1公斤稀土。另外，我听说你们有个什么抗寒热循环算法，把技术图纸也留下，否则免谈。这完全是明抢。那套算法是师傅顾北川穷尽毕生心血研发的，是我们基地生存的根基。铁柱城主，你这是在做生意，还是在打劫？铁柱被我毫不退让的态度弄得有些意外，他挥了挥手，示意卫兵退下，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我。小子，你有胆量，不过在钢铁城我说了算，不同意就滚回去，路上别被狼吃了。我没有动怒，从口袋里掏出一管晶莹剔透的液体，放在了桌上。知道这是什么吗？高纯度聚变能源提纯液。你们钢铁城有矿有钢，但你们的能源转化率只有我们的1/3。这一管提纯液能让你们的发电效率提升40%。铁柱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伸手就要去拿，我一把按住了那管液体。合作可以，但必须平等互惠。我用能源提纯技术换你们的稀土材料，价格公道，长期合作。另外，双方签订互不侵犯的联盟协议。沉默了良久，铁柱终于哈哈大笑起来，猛地一拍桌子，痛快！就冲你这份能耐和胆识，这个朋友我交了。满载着稀土材料的车队安全返回了曙光基地。我一刻不停地投入到了光学航护罩的最后组装中。核心偏转器是整个系统的关键。我亲手将珍贵的稀土研磨成纳米级粉末，在高温炉中锻造出了一块巴掌大小、散发着幽蓝光芒的晶体透镜。安装、调试、测试。当我按下启动键的那一刻，基地上方的地表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嗡鸣声，一层肉眼几乎看不见的淡蓝色光幕，如同一把巨大的伞，缓缓展开在基地上空。恰好此时，长达半年的极夜画上了句号。第一缕阳光刺破地平线，带着足以杀死一切生命的致命辐射扑面而来。但那道光在接触到航护罩的瞬间，就被滤除了有害射线，只留下温暖而柔和的可见光，如金色的雨丝般洒落在基地的地表设施上。人们涌出地下通道，站在阳光里，有人仰起头，泪流满面。他们终于可以安全地拥抱阳光了。我心里很清楚，武器和城墙能挡住丧尸，但只有知识才能真正拯救人类。我在基地的中央区域腾出了一整层空间，建立了末世后的第一所曙光学院。我整理出了4大核心课程。第一批学员是30名年轻人，他们大多是在末世中长大的孩子。你们不仅要学会如何操作机器，更要学会理解机器。我看着那些求知若渴的眼睛，你们就是这个文明延续下去的火种。中远在一旁听着，悄悄红了眼眶。我也没有忘记强化基地的外围防御。之前的丧尸破防事件给了我血的教训，过度依赖人力防守，代价太大了。我带领工程队利用高强度合金，在外围防线上建造了12座机械哨塔，每座哨塔都配备了热感应雷达、电磁加速轨道炮和高压电网发生器，能够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自动锁定并消灭。系统程序由我亲手编写，识别精度可以分辨出人类和丧尸。哨塔投入使用的第一个夜晚，一小股试探性的丧尸群摸到了防线外，自动轨道炮发出连续的低沉轰鸣，精准的将每一只怪物击毙。以前需要几十名哨兵冒着生命危险，现在只需要2个人坐在监控室里喝着热茶。防线升级完毕后不久，一支探险队带回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在一座半坍塌的战前军事研究所，他们找到了一台布满灰尘的超级计算机。这台机器的体积占满了整整一个房间，外壳已经严重锈蚀，但核心部件看起来依然完好。它是战前用于气象预测和军事模拟的顶级装备，运算能力是我们现有终端的上万倍。如果能修好这东西，我们就等于多了一双千里眼和预知未来的水晶球。我抚摸着冰冷的金属外壳，修复工作异常艰难，大量的接口和驱动程序已经无法兼容。白天研究硬件，晚上破解软件。当我疲惫不堪地将最后一段兼容性补丁代码输入系统，按下回车键的那一刻，超算主机发出了一声沉闷而悠长的嗡鸣，如同一头全睡已久的远古巨兽终于苏醒。幽蓝色的屏幕亮起，密密麻麻的数据流如瀑布般倾泻而下，所有状态灯全部亮起绿色。成了！我兴奋的一拳砸在桌面上，身后的学生们爆发出一阵欢呼，将基地的所有气象监测数据接入它的分析系统。几分钟后，一个高精度的3维气候模型出现在了全息投影中。未来3个月的气温变化、风暴路径、辐射强度，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走在灾难前面。超算接入基地的第3天，一条令人不寒而栗的警报出现在了我的终端上。气候模型推演出，15天后，
一场规模史无前例的超级冰雹灾害将席卷整个区域，冰雹的直径预计可达半米，足以轻松击穿普通的钢铁屋顶。但现在我们有了充足的准备时间，我立刻启动了最高级别的防灾预案，所有地表设施的人员全部撤入地下城，机械哨塔切换为风暴抗压模式，在地表入口加装了3层复合装甲盖板，地下农业区的通风管道全部安装了防倒灌阀门，物资仓库进行了加固和防水处理，向周边所有已知的幸存者聚落发出了灾害预警，包括钢铁城。铁柱在通讯里哈哈大笑：“小路子，你那个铁疙瘩真有那么神？行，我信你一次。”第15天，灾难如约而至，狂风裹挟着拳头大小甚至更大的冰雹从天而降，地面上传来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仿佛有1万门大炮在同时齐射。地下城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灯光微微晃动，孩子们躲在母亲怀里不敢出声。扬尘从天花板的缝隙中簌簌落下，我坐在主控室里，紧盯着超算传回的实时数据。地表的冲击力峰值一度逼近了装甲盖板的承受极限，但每一次都差了一些。风暴持续了整整3天3夜，当最后一阵狂风呼啸着远去，我们打开地表入口的装甲盖板，眼前的景象触目惊心，地面上铺满了碎冰，远处几座没来得及加固的废弃建筑被彻底夷为平地，但曙光基地的一切设施完好无损，连机械哨塔都顽强地矗立在风雪中。而那些没有收到预警或者不相信预警的小型避难所，很多都在这场灾难中永远消失了。灾后的冰原上一片死寂，但很快幸存的难民便如潮水般涌向了曙光基地，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衣衫褴褛，满脸冻伤，眼中带着末世最常见的绝望和麻木。我站在基地大门前，看着那条望不到尽头的难民队伍，心情沉重。中远在一旁低声说道：“小陈，我们的物资储备虽然充足，但如果全盘接收，承载力会迅速逼近极限。我知道，但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我沉默片刻，做出了决定，开放 E 区和 F 区的扩建区作为临时安置点，所有入城难民必须经过体检和登记，有技能特长的优先编入各部门，其余人全部参与扩建工程和物资回收，按劳分配，一视同仁。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基地的人口猛增到了5000人以上，曙光基地一跃成为了这片冰封大陆上最大的幸存者聚居核心，如同黑暗中一颗耀眼的星辰。人口的激增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人才密度的提升。我发现了几名曾经在战前从事过生物医学研究的科研人员，我立刻将他们编入了基地的医疗研究组，并交给他们一项重要的课题：利用丧尸晶核中蕴含的特殊能量，研发一种能增强人体抗寒能力的生物血清。丧尸晶核是我们在清剿丧尸时获得的稀有资源，2阶以上的晶核中还有一种独特的活性蛋白，经过无数次的提取、纯化和失败，第一支试验性血清终于被合成出来了。一名自愿报名的老兵注射了血清，在零下60度的户外环境中活动了整整2个小时，体温几乎没有下降，手指和脚趾也没有出现任何冻伤迹象。我亲自参与了全部的临床数据分析，确认血清安全有效。我将反应炉的多余热能直接导入了医疗生产线，大幅提升了活性蛋白的提取效率。第一批500支曙光1号抗寒血清正式下线，一线战斗人员和外出搜集队优先。以前外出搜集物资的小队最多只能坚持4个小时，他们的户外作业时间延长到了10个小时以上，搜索半径扩大了3倍，带回的物资量翻了一番还多。从废墟中找到的战前遗留物品也越来越丰富，基地的仓库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充盈起来。马奎带队从一次远征中归来，把一箱满满当当的战利品摔在仓库地板上，冲我咧嘴一笑：“陆哥，有了这玩意儿，我感觉自己都快变成超人了。”随着血清的普及和物资的充裕，我心中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终于成熟了。在核心会议上，我铺开了一张巨大的地表卫星地图，上面标注着基地周边数十个废弃城市和工业区的位置。各位，我们在地下已经躲了10年了，丧尸还在地面游荡，辐射还在肆虐，但我们不能永远做地鼠。我的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我提议组建一支地表复兴军，有计划、有步骤的收复地面废墟，获取重工业设备，为未来真正重返地表做准备。会议室里一片沉默，中远率先站起来表态：“我支持。”小陈从来没有做过错误的决定。马奎拍了拍腰间的配枪：“兄弟们，等这一天等很久了。”地表复兴军正式成立。我从基地中选拔了100名注射过血清、身体素质最好的精锐战士，配备了最好的武器和装甲车辆，开始了人类重返地表的第一步。复兴军的首个目标是距离基地80公里外的一座废弃重工业园区，那里残存着大量的数控机床、液压锻造设备和精密加工中心。园区内部盘踞着大约200只低阶丧尸和10几只3阶变异体。3阶丧尸拥有初步的智力，能够设置简单的伏击，先用无人机投放电磁脉冲弹，瘫痪3阶丧尸的感知能力，然后装甲车分3路推进，步兵跟进清扫。我在指挥车内下达了精确的作战指令，电磁脉冲弹成功压制了3阶变异体，使他们失去了方向感，被战士们逐一歼灭。当最后一只丧尸倒下，战士们爆发出胜利的欢呼，而我看着那些落满灰尘却依然完好的工业机床，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大型机床和设备被小心翼翼地拆解、编号、分批运回了基地。我在地下城的G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工业生产车间。随着机床一台台被重新组装和调试完毕，曙光基地正式迎来了工业复苏的黎明。第一条弹药生产线率先投产。以前我们的弹药全靠搜刮战前遗留，数量有限且型号混杂。现在标准化的弹药如流水一般从生产线上下来，整齐的码放在弹药库中。紧接着，车辆零部件生产线也开始运转。那些伤痕累累的装甲车终于不用再勉强带伤上阵，
每一个损坏的零件都能得到全新的替换。我站在车间的2层平台上，看着下方忙碌而有序的生产景象，耳边是机器有节奏的轰鸣声。这不再是一个苟延残喘的避难所，它正在蜕变成一个拥有自我造血能力的微型工业城市。工业化生产带来的底气让我有了更大的野心。我让通讯组利用超算的强大信号处理能力，不断向更远的频段发送联络信号。终于，在一个暴风雪的深夜，通讯室的值班员兴奋地冲进了我的办公室。陆首领，我们收到了回复信号，来自大洋彼岸，是另一个大洲的幸存者联盟。我几乎是跳起来冲进了通讯室。经过漫长的信号延迟和断断续续的对话，我与对方黎明联邦的首席科学官建立了初步联系。他们在另一个半球同样经历着末世的煎熬，却苦于能源不足和丧尸的困扰。我提出了技术共享的方案，我们将抗寒热循环算法和能源提纯技术分享给他们。对方没有犹豫，立刻同意了。合作才是文明延续的唯一出路。图纸通过加密信号分成了上千个数据包，断断续续地传输了整整1周。我带着学院最优秀的学生们日夜守在通讯室，逐包接收、校验、拼合。当完整的图纸最终在全息投影上展开时，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是一套远超我们认知的闭环生态系统，空气净化、水循环、有机废料分解再利用，每一个环节都精妙到了极致。我抚摸着投影中旋转的3维模型，理论上可以实现95%以上的资源循环率，我们几乎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不再依赖外部搜刮。改造工程立刻展开，我将整个 B 区和 C 区的通风管道系统全部推翻重建，引入了生物过滤膜和微藻光合反应器。地下河的水被多级净化后循环使用，连厨余垃圾和人体排泄物都被微生物分解为有机肥料，回输到农业区的土壤中。3个月后，当改造完毕的地下城重新运转起来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清新而湿润的气息，走廊两侧的墙壁上甚至长出了翠绿的苔藓。恍惚间，人们觉得自己不再是住在冰冷的地下掩体里，而是回到了一座战前的温馨小镇。生态系统改造完成的那天，恰好是末世纪元第11年的第1天。我决定将这一天定为曙光基地的新生节。基地中央广场被装扮一新，工程队用废旧金属焊出了一棵巨大的希望之树，上面挂满了人们用碎布和铁丝手工制作的小饰品。食堂破天荒地做了一顿丰盛的大餐，有新鲜的蔬菜汤、烤土豆和用合成蛋白加香料做成的仿制肉排。孩子们在广场上追逐嬉闹，大人们围坐在一起聊着过去的苦难和未来的憧憬。有人拿出了战前保存下来的乐器，声色地弹奏起一首谁也记不全歌词的老歌。我站在广场边缘，端着一杯热茶，看着眼前这一切。马奎走过来，递给我一块烤土豆。陆哥，你不去做主位，我在这看着就好。我咬了一口土豆，笑了笑，看着人们脸上久违的笑容，我觉得这比任何权利和荣誉都让人满足。新生节的庆典进入尾声时，我走上了广场中央的高台，欢笑声渐渐平息，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我身上。各位，今天是曙光基地的第1个新生节，我们有了安全的家园，有了充足的食物，有了温暖的空气，但这还不够。我的声音通过广播系统传遍每一个角落，身后的全息投影亮起，一幅宏大的规划蓝图展现在所有人面前。这是曙光基地的5年复兴计划，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逐步净化地表土壤，恢复露天种植，让人类重新站在阳光下生活。投影上展示着分阶段的路线图。第1年，建立地表防辐射实验大棚；第2年，试种第1批抗辐射作物；第3年，扩大种植面积并改良土壤；第4年，建设地表永久性居住设施；第5年，实现地上地下双城联动，让人类重新站在阳光下生活。台下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一个5岁的小女孩骑在父亲的肩膀上，奶声奶气地喊道：“陆叔叔，我想看蓝天。”我冲他笑了笑：“叔叔答应你，一定让你看到。”5年计划的第1步就是在地表建立防辐射实验大棚，这是整个计划的基石，成败在此一举。我带领工程队在基地上方的地表空地上，用钢铁城提供的特种合金骨架和我们自产的防辐射复合玻璃板，搭建了第1座500平方米的实验大棚。光学防护罩过滤掉了有害辐射，大棚内部则通过地下热能管道保持恒温。土壤是最大的难题，科研团队反复试验，最终找到了一种利用特殊真菌的生物修复法。大棚内的土壤检测数据终于达标，我亲手将1粒变异小麦的种子埋入了松软的泥土中。7天后，一抹嫩绿色的芽尖破土而出，这是末世以来第1株在室外土壤中自然生长的绿色植物。当这个消息传遍基地时，无数人涌上地表，隔着大棚的玻璃墙看着那颗小小的绿芽，激动得泣不成声。绿芽破土的消息不仅振奋了曙光基地，也通过通讯网络传遍了与我们建立联系的所有幸存者聚落。在这个冰封的末世，一株绿色植物的意义远超任何武器和城墙。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安全感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组建家庭。钟远是其中最让我高兴的一个。他和医疗组的一名女研究员在新生节后不久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我作为证婚人，在仪式上笑着说：“师兄，你终于做了一件不需要我知道的事。”第1声婴儿的啼哭在安静的走廊里回荡时，路过的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脸上浮现出最柔软的笑容。我站在医疗区的窗外，看着产房里那个皱巴巴的小生命，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感动。这些孩子是末世中诞生的新希望，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背负着战前世界的沉重记忆，他们将在曙光中长大，书写属于他们的篇章。5年计划稳步推进到第3年，地表大棚已经扩建到了20座，各类作物长势喜人。然而，支撑这一切的地火 A7 型反应炉，经过我的改造，终究是一台服役了10几年的老机器，开始频繁出现效率衰减的征兆。
我需要一个更持久、更强大的替代能源。答案来得出乎意料，超算监测到基地正下方300米处的岩层出现了异常的热辐射信号，这是地热源。我盯着屏幕上的数据，心跳加速。我立刻带领勘探队进行了深层钻探。当钻头突破最后一层岩石时，一股滚烫的蒸汽裹挟着硫磺的气味喷涌而出。探测仪上的温度读数飙升至380度，这是一个储量巨大的高温地热源，足以为整个基地提供几乎无限的清洁能源。我激动的差点把手中的探测仪摔在地上。师傅，你当初选择在这里建立基地，是不是就知道脚下埋藏着这样的宝藏？我立刻启动了永恒之火地热发电站的建设项目，这是曙光基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工程。我们向地下深处开凿了4条竖井，直通地热蒸汽层。滚烫的高压蒸汽通过耐热合金管道被引导上来，推动涡轮发电机组高速运转。多余的蒸汽在冷凝后变成纯净水，回注地下循环使用。整个系统的设计和建造耗时半年。当我在剪彩仪式上合上最后一个铡刀，地热发电站正式并网运行的那一刻，主控室的能量输出曲线化作一条昂扬向上的绿色直线，狠狠地刺破了屏幕的上限。功率是老旧反应炉的10倍。整个地下城瞬间被温暖而明亮的灯光淹没，每一条走廊、每一个房间、每一株植物都沐浴在充沛的能量中。我亲手关闭了服役了10余年的地火 A7 型反应炉，伴携着最后一声沉闷的叹息，这台老火机缓缓停转。我抚摸着它冰冷的外壳，轻声说道：“辛苦了，老家伙，接下来交给新人吧。”充沛的能源解放了生产力，也唤醒了人们心中沉寂已久的精神需求。当生存不再是唯一的焦虑，人们开始重新拾起那些曾被漠视碾碎的美好。基地里出现了第一家书店，其实是一个用废旧铁皮搭建的小隔间，里面摆满了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战前书籍。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师志愿担任管理员，他小心翼翼地翻开每一本书，仿佛在抚摸失散多年的老友。中央广场的一角，有人用废弃的圆锯片和钢管做了一套简易的打击乐器。每到傍晚，几个年轻人便聚在那里，叮叮当当地敲打出欢快的旋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跟着节拍轻声哼唱，有人甚至随着音乐笨拙地舞动起来。学院里开设了绘画和文学课，孩子们用研碎的矿石粉末当颜料，在回收的纸板上画出他们想象中的蓝天、绿地和大海，这些他们从未见过的事物。我每次路过那些画作，都会停下来多看几眼。漠视可以摧毁城市，冻结大地，但永远冻不住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才是文明最坚韧的根基。5年计划的最后1年，地表种植面积已经扩展到了数千平方米，小麦、土豆、青菜在防辐射大棚中茁壮成长，甚至有一棵从战前基因库中复活的苹果树苗，结出了第一颗青色的小果子。这天傍晚，我独自爬上了新建成的地表瞭望塔，这是基地最高的建筑，高出地面30米。我站在塔顶，寒风烈烈，但比起5年前，风中的温度已经明显回升了几度。更让我惊讶的是，远方的地平线，冰雪的边界正在缓缓后退，露出了大片灰褐色的冻土。这颗伤痕累累的星球正在自愈。我想起了很多人，想起了弑父顾北川在弥留之际握着我的手，想起了那些在丧尸破防之夜倒下的战友，想起了曾经在黑暗中绝望的自己，也想起了那个被扒下防寒服拖入底层的沈昭雪。这10年，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工程师变成了5000人的首领。曙光基地召开了第3届全体居民大会，我正式宣布将曙光基地更名为曙光城。我们不再是一个躲在地下瑟瑟发抖的避难所，从今天起，我们是一座城，一座属于所有幸存者的城。台下掌声如雷。同时，我还宣布了一项个人决定，辞去首领职务，将权力移交给由全民选举产生的城市委员会。小陈，你不能走！马奎急得站起来。我没有走。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只是回到我最擅长的位置，工程师。卸下首领的担子后，我重新穿上了那件满是油污的旧工装。窗外，地表大棚中的苹果树已经枝繁叶茂，孩子们的笑声从远处传来。远方，冰雪在继续消退，地平线上一抹温暖的金色光芒正在缓缓升起，那是真正的曙光。